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继续上行，我们看到这个行情当中已经走出第二轮日线级别的杀升阳线。那这个位置走出杀升阳线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八界阳线的这个区域走了非常多的震荡。那么我们知道八界阳线和杀升阳线这两个位置是可以进行互换的。那在互换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快。对于道指来说，将会迎来它的唐僧阳线。那唐僧阳线一旦出现，我们认为突破前高35679点这个概率就非常大了。同时呢，在周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上走出了杀升阳线的这个周线级别的杀升阳线的这个位置那么上方对于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同时出现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道指已经从反弹进入到了反转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牛市趋势。那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昨天认为它这个位置上是不容易发生突破的，因为昨天是走在这个两个波峰挨得非常近的这个区域上。那么这两个波峰呢，构成一个波峰，前面两个呢算一共有3个波峰。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仍然处在37500点附近。那么当前行情当中，今天的这个4小时波峰稳定住的话，很快对于比特币来说将会迎来突破。那这个突破的理由是在4小时级别上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那这个结构是非常容易出现突破行情的。同时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本轮行情一直围绕着11月9日的这个悟空阳线做缠绕做震荡行情当中它这个悟空阳线遇到了多重妖怪的干扰，但是上方仍然有八界阳线、杀升阳线、唐僧阳线，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周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1月份到4月份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6月份就走出了周线级别第二轮悟空阳线有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但6到10月份它是一个盘整震荡遇到妖怪 K 线的一个过程。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在10月比特币月走八界阳线，11月走杀升阳线。杀升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连续4周做了震荡行情，处在震荡行情当中。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呢，目前比特币类似于美股，在日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同时拥有多头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很快我们将会看到比特币突破那么下一个目标位呢，我们认为是在42000附近，也就是22年1月份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很快这个位置将会出现。那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非常重要是以太坊能否领涨于比特币的一个重要信号指标。我们看到一直以来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处在缓跌的过程当中，然后在10月份比特币大涨的情况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快速下杀。但完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这个交易对我们认为在日线级别或4小时级别上会有一个反弹进程。同时我们看到11月9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阳线，那这根阳线毫无疑问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做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八界阳线、杀升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这根涨幅过大的 K 线它需要修复整理。那么目前正处在一个修复整理的过程当中，因此呢，我们看到它快速下跌之后，目前重新回到反弹趋势上来。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对于以太坊本身来说，它是领涨于比特币的。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的价格上来，可以看到它构成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在下方箱体的筹码密集区然后形成缠绕结构然后通过焦点的吸引力作用反弹上来，在日线级别上构成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同我们刚才看到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一样它在11月9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然后围绕这根悟空阳线做回补缠绕，然后把时间级别敲到4小时级别，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图不是我今天画的，画了很久，它围绕着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非常容易发生变盘。同时我们看到$2050这个位置上是存在4次的等位置波峰的，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目前处在一个突破机会上处在一个突破的机会上。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它是一个多头向上，容易发生突破前高2136点位的一个
趋势上。那么如果突破2136之后，上方也就是下周行情当中，我们可能会很快看到它的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看一下它的上方的压力位在哪儿，大概是在$2700附近这是一个也是由22年1月份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也是我们的目标位。那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BLUR今天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那这个币种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类似于我们昨天课程当中讲的 Cake它也是拥有一个平台期的这个平台期呢，大概是在$0.3。我们看到$0.3这个位置反复缠绕触跌，不跌下来，但是最终跌下来之后，在下方$0.15附近构成了一个黄金坑的一个区域。这个黄金坑呢，非常类似于 Cake我们看 Cake 这个结构把 Cake 打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 Cake 在$3附近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收敛三角形，最终跌破之后，低点在$1附近。然后 Cake 走势是相对 BLUR 是弱势的它还没有突破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置$3这里还没有突破因此呢 Cake 是有一个上涨空间的，但是 BLUR最近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强势的周线级别上涨过程，让它突破了一个阻力区间，目前正处在第二轮的上涨过程当中。那第一轮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和八阶阳线随着它的推进，我认为它上方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附近走完它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目标位。然后对于大姨夫来说我在大概3-4个交易日之前我就说了YFI 这种快速下跌是可以抄底的很多人不信，但是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原因是什么呢？在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做出了下跌西游，仅仅是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有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构成，然后就打到了我们常常说的4小时级别140均线和169均线支撑的这个位置。因此呢，这个位置是一个均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呢是可以抄底的。同时，我们认为 WiFi大姨夫这个币种筹码非常集中，超级主力在底部这个区域上经过了漫长的整理过程。同时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前面的一个位置就是压力位，这条压力线呢大概是在$22,000附近被打了对折之后到达低点，然后反弹上来，量能非常充沛主力资金推高它的意愿非常强，所以呢，它在完成一轮行情之后又被重新打压下来。这种结构叫什么呢？叫吸收筹码之后锁定筹码通过拉升吸收筹码，下杀锁定筹码，你们都别跑了，锁定你，然后再反复围绕上涨和下跌的这个区间做震荡之后再次发生突破。因此呢，在快速下跌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就有布局它的一个理由。那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很多人加仓我们的量化，我们看到排名第一的 CC002 已经加仓到$112,900。那么我们的策略是这样的它在震荡行情当中能够小幅获利，在下跌反弹过程当中能够大幅获利在上涨单边上涨行情当中也是小幅获利。因此呢，最近的震荡最近2天的震荡它没有符合我们大幅获利的一个条件。大幅获利条件是在下跌反弹的过程当中能够大幅获利。那我们策略也是会在急速下跌没有反弹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回撤一个模型我们在3个形态过程当中能够获利，在一个模型当中就是单边下跌没有任何反弹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亏损。因此呢，我们的模型是在市场当中能够站得住脚的，因为符合3个模型之后它大概率都会赚钱但是你如果说单边的直接下跌没有任何反弹，并且跌幅特别巨大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回撤会有一定的回撤，但是我们的止损是有的，最大止损是10%就是初始本金的10%，我们就会把这个资金打入从交易账户打入到资金账户就是停止交易那么目前我们的获利我们看到年化是在200%以上这个是完全真实的数据。但是有些它没有到达200%的几十的20几30几的，这是刚刚跑了几天的一个数据那么第一个 CC002 这个仓位呢，是由于它的加仓，我们把初始资金调大了初始资金把之前的利润和加仓部分加上最开始的一个初始资金合并到现在的初始里面然后它的这个就是仓位就变大了但是它是跑了有3个月盈利是0.08%，就是刚跑了1天所以呢第一个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是可以看下面的跑的时间长的一般都是在200%以上。
所以呢，我们这个策略还是比较稳定的啊。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